春秋战国时期，齐国宰相晏婴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却以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识人能力闻名天下。有一次，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楚国，楚王得知后，决定戏弄这位矮小的使臣，便在宫门设下3道门，第一道门高3尺，第2道门高2尺，第3道门仅1尺高。晏婴到达楚国宫门前，看到这3道依次降低的小门，立刻明白了楚王的用意。面对第1道门，他没有弯腰，而是从旁边的狗洞钻了进去；面对第2道门，他转身从窗户翻了进去。到了第3道门前，他干脆站在门外，拱手行礼说：“狗国的礼节我已经遵守了2次，不能再失礼了。”楚王闻听此事，羞愧不已，亲自出门迎接，以国宾之礼款待晏婴。晏婴不仅以智慧化解了楚王的刁难，更凭借对人性的洞察，一眼看穿了楚王的傲慢与轻视。正如他后来所言：“观其微，知其著；察其始，知其终。”意思是说，通过观察细微之处，可以了解显著之事；通过考察事物的开端，可以预见其结局。这正是识人之道的精髓所在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你是否也曾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所迷惑？是否曾因看错人而付出惨痛代价？古人云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心如海，深不可测；人性如谜，难以捉摸。”一个微笑背后，或许藏着真诚，也可能暗藏算计；一句承诺之下，或许是信守不渝，也可能只是虚情假意。如何在芸芸众生中辨别真伪，明察秋毫？如何在人来人往的尘世间找到那些值得托付的真心？今天将为你揭示7种古今智者总结的识人之道，助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，不再被表象所迷惑。1. 细节识人，微处见真章。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，无论一个人伪装得多好，最终都会被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打败，不经意间暴露自己真实的教养和人品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与佛印和尚是一对知交好友。有一次，苏东坡写了一首诗讥讽佛印：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”意思是说，佛印虽然修为高深，但还是会被他的一首诗所动摇。佛印看后只回了2个字：“放屁。”苏东坡见此回复，勃然大怒，立即乘船过江去找佛印理论。佛印见到他后，笑着说：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苏兄，你不是说我被你的诗所动摇吗？怎么你自己却被我2个字就轻易激怒，乘船过江来了呢？”苏东坡顿时哑口无言，惭愧不已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修养和本性往往在细微处体现。正如现代作家南山分享的亲身经历，有一年，他到西安参加业务培训，与一位叫阮清的中年人分配到了同一个房间。交谈中，他得知阮清常年在单位写材料，烟瘾很大，每天抽1、2包烟是常有的事。但阮清从来没有在房间抽过1根烟，每次烟瘾犯了，他就跑到楼下抽上几支。培训结束后，南山因为有其他任务得晚点走，然后他看到阮清在临走前把房间里的拖鞋、椅子、桌上的用品摆得整整齐齐。虽然他与阮清只相处了10几天的时间，但对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此后2人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成了一生的挚友。正所谓窥一斑而知豹，落一叶而知秋。真正的修养是装不出来的，它是人口的污水，更是人口的实力。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其实都是内在的折射。2. 利益识人，金钱面前见人心。洛克菲勒在家书中对儿子说：“利益是光照人性的影子，在他面前，一切与道德、伦理有关的本质都将现形，且一览无余。”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尤其是在利益面前。春秋时期，
齐国有个叫鲍叔牙的人，与管仲是好友。当时齐桓公还未即位，与其兄公子纠争夺王位，管仲辅佐公子纠，鲍叔牙辅佐齐桓公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管仲射箭射中了齐桓公的腰带扣，齐桓公假装受伤倒地，最终齐桓公获胜，公子纠被杀，管仲被囚。按照常理，管仲应该被处死，但鲍叔牙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。管仲才华横溢，若能为您所用，必能成就霸业。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，不仅释放了管仲，还任命他为相国。管仲后来辅佐齐桓公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管仲深知鲍叔牙的知遇之恩，曾感慨道：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在这个故事中，鲍叔牙本可以借机除掉政敌，独享齐桓公的信任和权力，但他选择了推荐管仲。这种在利益面前能够保持公正，不被私欲蒙蔽的品质，正是我们识人时应该关注的重点。相比之下，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在利益面前则显得格外脆弱。百家讲坛主讲人赵玉平多年前和一个创业的年轻人一起吃饭聊合作。这个年轻人讲商业、经济、哲学头头是道，让赵玉平动了合作的念头。但在吃完饭结账时，收银员算错账，少收了他50块钱。年轻人发现少收钱了，转身拉着赵玉平快步往外走，并且在下电梯时说：今天运气真好，省了50块钱。等对方离开以后，赵玉平折返回餐厅，把刚才少收的钱补上了。回去之后，他就把这个人拉进了黑名单。赵玉平老实说，当他的合作伙伴，指不定哪一天就被他卖了。利益面前，很多关系都不堪一击；金钱面前，立马就能分出人格高低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钱或许无法衡量一切，但却可以通过它看透很多事、很多人。3. 低处识人，逆境见人性。孟子曾说：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人在低谷时，往往会显露出最真实的一面。三国时期，刘备初到荆州时，寄居在刘表府中。一次大雨，刘表府的屋顶漏水，刘备连忙起身避让。刘表的谋士蒯越见状，对刘表说：刘备非池中物，不可久留。意思是刘备不是普通人，不能长期收留。刘表不以为然，反问道：何以见得？蒯越回答：今日大雨，众人皆避漏水处，唯刘备避开屋梁，此人见微知著，必有大志。果然，后来刘备离开荆州，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建立了蜀汉政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在困境中的表现，往往能反映出他的远见和格局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在低处时的言行来判断他的品性。微博上曾有一个很火的话题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否过关？有个高赞评论写道：不单要看高兴时的态度，还要看他生气时的忍耐度。很多人在高处时热衷谈修养、谈善良，而在低处时干的竟是龌龊事。所以识别一个人，不要看他风光时的种种表现，要看他在低处时的道德与选择。作家牛皮明明有个女性朋友，丈夫名校毕业，在国内 top 10的公司上班，平时待人也是温文尔雅。他们刚谈恋爱那会，丈夫温柔又体贴，从来没吼过她半句。但婚后不到1年，就发生了一件让她意想不到的事。那天回家，因为一点小事，2人开始拌嘴，吵着吵着，丈夫突然上前给了她一记耳光，随后巴掌变成拳头，全部落在了她身上。她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温文尔雅的一个人，突然变成了暴力狂。其实很好理解，以前他对你温柔体贴，这是他品性的最高处，能为你做最美的事；而在品性的最低处，
他本质上是个家暴男。生活中我也见过很多人，他们平时举止得体，温文尔雅，但是一旦失意时，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全无教养可言。复旦大学陈果老师说，如果你在自己最失意的时候，最潦倒的时候，最无人能理解的时候，你还能保持一份豁达，一份涵养，一份风度，那才是真正见你修养的真功夫。真正人品好的人，不管生不生气，都能保有基本的素养，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看清一个人，不要看他平时的样子，要看他在失意落魄时的行为。4. 时间识人，岁月不会说谎。林肯曾说，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，也可以在一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，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。落难之心，时间识人。东汉末年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在桃园结义，视同生死。后来关羽被曹操俘虏，曹操对他极为优待，赐予高官厚禄，但关羽始终心系刘备。当得知刘备下落后，关羽辞别曹操，千里寻凶，途中过5关斩6将，最终与刘备重逢。曹操感叹道：生子当如关羽，义薄云天。关羽的忠义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愈发显得珍贵。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，也是最严苛的考官，它能揭开所有的伪装，显露出人性的本真。正如《论语》所言，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只有经历了严冬的考验，才能看出松柏的坚韧不拔。长篇小说《陆犯焉识》中，陆焉识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冯婉瑜。因为2个人没有感情基础，陆焉识对冯婉瑜一直不咸不淡。才华横溢、风流倜傥的陆焉识，在美留学期间过上了花花公子的生活。归国后，他又另觅佳人。后来，陆焉识因事入狱，被发配到西北。昔日的红颜知己都纷纷弃他而去，而结发妻子冯婉瑜却始终不离不弃，一直在家里等他回来。冯婉瑜宁愿自己吃咸菜，也要省下钱来买螃蟹做蟹黄，给陆焉识送去。冯婉瑜每个月都会给陆焉识写信，信里关于他们俩的回忆都是美好的。陆焉识这才认清自己一心追寻的爱情，原来是他一直抵触、不愿接纳的冯婉瑜。狱中20年，陆焉识唯一的信念就是希望能回家向妻子表明爱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感情需要时间来证明，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感情往往是虚假的，而那些历经岁月洗礼仍然坚固的情谊才是真挚的。古人云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一个人的真实品性需要在长时间的相处中才能逐渐显露。短暂的接触可能会被表象所迷惑，但长久的相处则能看清本质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大学毕业后创业，初期十分艰难。当时有2位同学经常来往，一位是校园风云人物，能说会道，表面上对他关怀备至；另一位性格内向，话不多，但每次朋友遇到困难，总会默默提供帮助。3年后，朋友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，那位风云人物突然出现，提出要投资入股。朋友欣然同意，但很快发现这人只是想利用公司资源为自己谋利，甚至试图暗中转移客户资源。而那位内向的同学则一直默默支持，从未提出任何过分要求。朋友感慨道：如果不是这几年的相处，我永远不会知道谁是真心对我好，谁是别有用心。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，他不会说谎，也不会偏袒任何人。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所有的虚伪都会被冲刷殆尽，唯有真诚能够历久弥新。正如菜根谭所言，交友须带3分侠气，做人要存一点素心。真正的友谊和感情需要在时间的淬炼中不断升华，最终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5. 言语识人，一言可窥人心。春秋时期，
齐国有一位名叫晏子的宰相，以善于识人而闻名。有一次，齐景公问晏子：“我想任用一个人，但不知道他是否可靠，该如何判断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不妨与他多交谈，从言语中观察。言为心声，行随心动。一个人的言语，往往能反映他的内心。”齐景公不解，具体该怎么观察呢？晏子解释道：“观其言，察其行。若一个人言过其实，夸大其词，或是言行不一，那么此人多半不可信任。若一个人言语谨慎，实事求是，且言行一致，那么此人值得重用。古语有云：言为心声，行随心动。一个人的言语，往往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投影。俗话说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但反过来，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的人，也未必靠得住。言语如同一面镜子，既能映照出一个人的诚意，也能暴露他的虚伪。识人时，光听他说什么远远不够，还要看他说了之后做了什么，才能窥见全貌。我有个朋友曾分享过他的经历。大学时，他认识一位师兄，谈吐风趣，出口成章，饭桌上总能把理想和抱负讲得慷慨激昂，让人听了心生敬佩。有一次，朋友因为临时有急事，囊中羞涩，便向这位师兄借几百块钱应急。师兄拍着胸脯，满口答应：“没问题，兄弟有难，我肯定帮。”朋友感动不已，以为自己交了个真朋友。可第二天，师兄却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，先说自己手头紧，后来干脆不回消息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反倒是另一个不善言辞的同学，听说这件事后，二话不说就赚了钱过来，连句多余的客套话都没有。朋友后来感慨，嘴上功夫好的人未必有真心，沉默寡言的人反而可能更值得托付。言语的魅力在于它能迅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它常被用来掩饰真实的意图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巧言令色，先以人。”一个人若是习惯用花言巧语包装自己，多半是内心有所欠缺。现实中，我们常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承诺时信誓旦旦，行动时却漏洞百出。他们批评别人头头是道，自己却从不照镜子。相反，那些言语谨慎、说到做到的人，往往更值得信赖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邻居家有个大叔，每次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寒暄，可村里人都不愿跟他深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个习惯，喜欢在背后嚼舌根，今天夸你好，明天就能把你贬得一文不值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言语不仅是沟通的工具，更是人品的试金石。看一个人，别只听他说了什么，还要看他话里藏着几分真心，几分虚伪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，真诚的人说话未必动听，但句句落地；虚伪的人言辞再美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。识人之道，从言语开始，但绝不能止于言语。6. 逆境识人，困境中见真情。战国时期，魏国大将吴起曾在楚国任职，当时楚悼王十分器重他，任命他为令尹、宰相。吴起推行变法，得罪了楚国贵族。楚悼王去世后，贵族们联合起来诬陷吴起谋反，吴起被迫逃到王宫，抱着楚悼王的灵柩求救。然而，那些平日里对他阿谀奉承的人，此时却纷纷落井下石，甚至有人直接向灵柩射箭，最终将吴起杀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在顺境时的表现，往往不是他的真实面目。只有在逆境中，才能看清谁是真心实意，谁是虚情假意。俗话说，顺境看才华，逆境见人品。一个人在顺风顺水时，往往能展现最好的自己，满面春风，谈吐优雅，仿佛全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然而，真正考验人性的，不是高处的风光，而是低谷的煎熬。逆境如同一把无情的筛子，能筛掉那些表里不一的墙头草，也能留下那些经得起风浪的真金。
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位老总在创业初期，带着团队打拼出一片天地，风光无限。可后来市场风云突变，公司陷入危机，不得不裁员减压。他手下有个部门经理，平时对他毕恭毕敬，逢年过节礼物从不缺席，逢会必捧场。老总一直觉得这是个忠心耿耿的下属，可公司一宣布裁员名单，这个经理立刻变了脸，不仅当众指责老总无能，还在背后散布谣言，推卸责任，甚至拉拢其他同事与他共进退。老总看在眼里，心寒不已。而另一个普通员工，平时话不多，也不显山露水，却在危机时站了出来。他主动承担更多工作，甚至提出降薪，只为帮公司渡过难关。事后老总回忆说，那段时间他才真正看清谁是靠不住的浮萍，谁是值得信赖的定海针。逆境之所以能使人，是因为他撕下了伪装的面具。人在顺境时可以靠演技掩饰本性，可一旦身处绝境，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，只剩下最真实的反应。古人云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真正有品性的人，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能守住底线，不失风度。我有个亲戚，年轻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可后来投资失误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债主上门时，他没有推诿，也没有逃避，而是坦然面对，把仅剩的家当变卖还债，还写下欠条承诺日后补齐。后来经济好转，他果然一一兑现承诺。相比之下，那些一遇挫折就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落井下石的人，格局高低立现。7. 习惯识人，日常行为见本性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，曾向一位老者请教如何识人。老者说，观其所习，察其所安，人之本性，止于此矣。意思是说，观察一个人的习惯和他感到舒适的事物，就能看出他的本性。白居易不解，老者进一步解释，一个人可以在短时间内伪装，但无法长期违背自己的本性。他的日常习惯才是最真实的写照。有人说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习惯塑造人生。一个人的习惯是他日复一日生活的缩影，也是他内在品性的外在流露。习惯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能在不经意间暴露一个人的真面目。俗话说，细节见人品，习惯知人心。识人时，若能多留心对方的日常习惯，往往能窥见他的全貌。我曾认识一位同事，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杯咖啡，然后顺手把茶水间的垃圾带走扔掉。开始我以为他只是随手为之，后来才发现这是他的习惯。一次加班到深夜，大家都疲惫不堪，散会后各自回家，他却主动留下来收拾会议室，把桌椅摆整齐，连地上的纸屑都捡干净，毫无怨言。反观另一个同事，习惯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，桌面永远乱糟糟，借来的东西从不记得归还，甚至连开会用的投影仪线都随便丢在地上。时间一长，两人的人品高下立判，前者让人觉得踏实可靠，后者则让人避之不及。习惯的力量在于他难以伪装。一个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人，大事上多半也靠不住；一个在琐碎处用心的人，往往值得深交。菜根谭里说，习闲成懒，习懒成病。习惯不仅是品性的显露，还能预见一个人的未来。我有个远房表哥，年轻时喜欢睡懒觉，工作拖拉，结果事业一直没起色，而他妻子却是个早起的人，每天雷打不动地收拾家务，规划生活。后来凭着这份自律，硬是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两相对比，习惯的差距一目了然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被表面的光鲜迷惑，却忽略了习惯背后的真相。比如有些人爱占小便宜，随手拿走公司的小物件；有些人却习惯物归原处，哪怕是借支笔也会主动归还。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，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教养和底线。
习惯是日积月累的结果，是一个人最不设防的真面目。识人时，不妨多观察他日常的言行举止，他如何对待服务员，他是否守时，他丢垃圾时会不会分类。这些小事往往比大话更能说明问题。看一个人，别只看他刻意展现的一面，更要看他下意识流露的习惯，那是他最真实的状态，也是你判断他是否值得交往的关键。春秋时期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弟子颜回问道：夫子，我们走南闯北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如何才能不被表象迷惑，看清一个人的本质？孔子答道：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要识人，须静心观察，不为表象所惑，不为甜言所动，方能见人本真。在这个人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中，识人之道显得尤为重要。正如本文所述的7种方法：细节识人、利益识人、低处识人、时间识人、言语识人、逆境识人和习惯识人，每一种方法都能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辨别真伪善恶。识人不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门艺术，它需要我们保持敏锐的观察力、冷静的判断力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。正如古人所言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阅人无数，方能明辨是非。然而，识人的目的并非为了防备他人，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人相处，建立真诚的关系。正如菜根谭所言：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各得其所；小人之交甘若醴，终必弃捐。真正的交往应该如清水般纯净，而非如甜酒般虚浮。在修炼识人之道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。因为最好的识人方法就是以己度人。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诚实守信、宽容大度，又怎能期望他人如此呢？古人云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修身是根本，只有先完善自己，才能更好地识人用人，进而成就一番事业。